这个太监开开心心忙完工作去见心上人猫猫，结果却得知猫猫跟别的男人回老家了。任氏只感觉一道晴空霹雳劈到脸上。虽然事后从玉叶娘娘那里得知猫猫所说的谢礼只是帮李白引荐头牌花魁而已，但猫猫为什么能有这等人脉呢？任氏还是忍不住脑补了下去，最后把自己给整 emo 了，天天不想上班，不想干活。不过他一个后宫太监，为什么还要帮忙审查官僚提出的法案呢？就在这时，一个武官急匆匆地跑过来，说浩然大人死了。时间回到了不久之前，宴席上有许多当官的都在开怀畅饮，只有浩然大人独坐一桌，一坛接着一坛的喝。其他人都看不惯他，甚至当众嘲笑他。无人注意到有一个人悄悄往酒里放了几颗白色晶体，然后将酒端给了浩然大人。第二天，任氏就去翡翠宫找了猫猫，告诉了他浩然大人饮酒过量去世的事情，想听听他的看法，这到底是自杀还是他杀？任氏似乎很了解浩然大人，声称他的酒量很好，笃定他绝不可能因为喝了太多酒就喝死。猫猫也听说过那位大人，心中同样怀有疑虑，任氏便将昨晚剩下的酒倒给猫猫。自从来到皇宫后，猫猫就很少能喝酒了，一看到酒眼睛就亮了起来。不过这并不是浩然大人昨晚喝的那坛，因为那坛酒已经摔碎了。猫猫端起酒杯尝了一口，脸色瞬间变得难看，这啥味儿啊？怎么又甜又咸的？任氏告诉猫猫，浩然大人非常爱吃甜食，饭菜要做成甜的，就算是酒也要喝甜的，而且还是从某一天突然变的。在那天之前，他是爱吃辣。猫猫一边听一边继续给自己倒酒喝，喝完了之后才让任氏把浩然大人用过的酒坛找来。很快，任氏和高顺就带着酒坛和一封信回来了。酒坛内部有白色晶体，猫猫沾了一点，直接舔了一下，确认那就是盐。这坛酒被放入了大量的盐，以至于干了后都还能吸出颗粒物，盐摄入过量的话也会中毒而死。这大概就是浩然大人的死因了。可是加了那么多盐，人怎么会察觉不出来呢？除非这个人已经失去了味觉。所以猫猫才让高顺调查了一下浩然大人的生活习惯，推测浩然大人并非完全没有味觉，而是只尝不出咸味儿。浩然大人为人刚正不阿，得罪了许多同僚，多年前又在一场流行病中失去了妻儿，在那之后更是一心工作，唯二的乐趣就是酒和甜食了。偏食和压力会导致人丧失味觉，想必浩然大人就是在长久的压抑之下无法尝出咸味的。可究竟是谁在酒里放的盐呢？猫猫想了一下，还是说出了自己的推测。浩然大人尝不出咸味这件事应该不为人所知，但肯定会有很多看不惯他的人。或许一开始这件事只是想整治老实人的恶作剧，结果发现浩然大人完全不在意的继续喝了，于是就想把盐加到让他能感觉到为止。最终过量的盐致使了浩然大人的死亡。任氏对高顺耳语了几句后让他出去。猫猫这才注意到任氏大人的腰间也挂着黑曜石流苏，这是正在服丧的象征。原来任氏小时候受到过浩然大人的照顾。说着他露出了有些难过的表情，虽然下一秒又恢复了不正经，给了猫猫一壶酒当做谢礼。看到猫猫那副模样，又忍不住想逗他，说要通过一个20岁以下不得饮酒的法令，非要猫猫主动开口向他求情才罢休。几天后，后宫又出了人命，这次是从河里捞出来的一具女尸。没出息的御医吓得躲在猫猫身后不敢看，还得让猫猫来验尸。但猫猫的老爹告诫他不能碰尸体，因为猫猫会忍不住把尸体也做成药材。任氏只能让御医去验，当然猫猫也在一旁仔细观察。死者应该是一个侍女，个子高，穿着硬木鞋，一边腿上有绷带，指尖泛红。事后任氏查明了死者的身份，果然是上职的侍女，直到昨天都还在照常工作。卫兵觉得她可能是自己爬到城墙上投河自尽的。宫女深夜投河自尽？猫猫却不这么认为。首先，城墙很高，附近没有攀爬用的工具，只有一部分凸起的墙砖。之前芙蓉妃在城墙上跳舞，应该就是从那些墙砖爬上去的。但淹死的宫女缠过足，不太可能能爬上去。排除自杀后，唯一的可能性就是他杀了。宫女指尖泛红，应该就是掉进河里后无数次抓墙壁试图爬上来导致的。反正如果是猫猫的话，绝对不会想要自杀，更不想被他人杀死。可死亡是一件自己无法左右的事情，命运到来的那一刹那根本无法阻止。
所以如果可能的话，猫猫想自己选毒死自己的毒药。任氏一听就慌了，差点以为猫猫想要寻死，毕竟身处宫闱，身不由己呀，红颜薄命，尤其是真的红颜命薄呢。想到这里，猫猫向任氏讨了个恩典，有朝一日如果他也要被处刑的话，希望任氏能赐他一个毒杀。任氏听他这么说，突然就生起气来。猫猫察觉不对，赶紧收回请求，乖乖表示不管是绞刑还是斩首都毫无怨言的。他是平民，没有后台，在后宫里一丁点的过失都足以要他的命，也或许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落得那个侍女一样的下场。后来猫猫听说那个侍女也曾去过园游会的毒杀现场，也找到了遗书，最后还是当做自杀处理了。转眼间距离园游会已经过去了2个月，任氏总算找到了手臂有伤痕的人，居然是16宫淑妃阿多娘娘的侍女长风鸣。猫猫也在小兰那里听到了八卦，据说淹死的侍女是16宫的，这是她在园游会上给德妃下的毒，大概是为了自己侍奉的阿多妃着想。阿多妃是宫里最年长的妃子，年轻的时候生过一个儿子，可惜后来还是夭折了，之后就再也没有怀上过。像这样的妃子迟早会失宠，再加上阿多妃年龄也逐渐大了，大概快要被逐出4大上位妃之位了。不久后，水晶宫要宴请德妃李恕，侍女们如临大敌，比皇上来的时候还要庄重。而猫猫也注意到了德妃的几个侍女，看得出来她们的确对自己的主子不上心。这时玉叶娘娘让人给德妃泡了杯柑橘皮煮的蜂蜜茶，德妃的面色有些惊恐，身后的侍女不仅不帮她说话，还冷嘲热讽，她又挑食。猫猫看不下去，就尝了下茶水，然后冲玉叶娘娘摇了摇头。玉叶娘娘就借口茶还没入味儿，让人给德妃端了杯姜茶过去。德妃这才松了口气，茶会也有惊无险的结束了。猫猫虽然察觉了德妃的宫女在欺负她，却也没办法多说些什么。没想到任氏那小子又来找他唠嗑了，问他听没听说园游会下毒的犯人是已经自杀的16宫丫鬟这件事，问猫猫觉得那个丫鬟真的是自杀的吗？猫猫问啥都说不知道，结果任氏还是安排他去16宫出差了。阿多妃的16宫装修的高雅实用，就像他本人一样，对待这些暂时调回来的侍女也很亲切。这个妃子居然能把宫女们迷得神魂颠倒，连猫猫都情不自禁被她的风度折服。心想如果穿上官服的话，阿多妃说不定会被误认为是年轻的文官，而且他总觉得那张脸有些眼熟。打完招呼后，侍女长就安排猫猫他们干活了。猫猫负责的是晒书，把所有书搬出去翻开放好后，风鸣称赞他干活麻利仔细，又请他去接待室帮忙。明明是给别人派活干，言语中的亲切却让人根本无法拒绝，不愧是能当上侍女长的女人。到了晚上，猫猫才精疲力尽的回去。风鸣看到他后，直接把他带到了侍女房间，还带来了3张毛皮被子，提醒猫猫注意保暖。第二天，猫猫继续干活，同时观察着16宫的那些人，尤其是风鸣。这个女人又能干又亲切，如果嫁人的话，肯定是当之无愧的贤妻。为什么会一直留在宫里呢？难道真的要为阿多妃奉献一生吗？而强烈的忠心也会成为毒杀的理由，说不定就是风鸣为了帮阿多妃站稳这个位置，策划毒杀德妃呢。猫猫一边想一边来到了储物间，这里存放着很多蜂蜜，因为风鸣大人的老家就是开养蜂场的。在搬蜂蜜的时候，猫猫又注意到了外面德妃居然来16宫了，身边还只带着长善官一个人。猫猫不得其解，把自己这几天在16宫的所见所闻一一汇报给了任氏。任氏问他，如果有人能通过特殊手段与外部取得联络的话，谁最有可能？猫猫毫不犹豫说出了风鸣的名字，跟任氏查到的一模一样。任氏非常满意猫猫的回答，作为奖励，他要亲手喂这只小馋猫吃蜂蜜。猫猫吓得毛都炸了起来，坚决拒绝任氏的靠近，甚至都想踢裆了。但是仔细一想，踢裆对这个死太监也没用啊。就在这时，他的大脑自动把这段时间的线索串了起来，从中抽丝剥茧，看出了真相。紧接着玉叶娘娘过来，一看到任氏把猫猫压在门上，护犊子的她立刻震怒，把任氏给吓退了。高顺也过来替任氏道歉，猫猫趁机让他帮自己一个忙。第二天，高顺就带着猫猫去了德妃的宫里。猫猫问德妃是不是讨厌蜂蜜，德妃其实也不记得了，只是从小就被奶娘告诫她不能吃蜂蜜，小时候还因为蜂蜜而生命垂危。还没问几句，德妃的侍女们就开始说猫猫的坏话，试图把除了他们以外的人全都塑造成德妃的敌人。
德妃年纪小又不谙世事，很容易被这些侍女唬住，怪不得在后宫里人缘不好呢。猫猫看不下去，让侍女们有什么意见找人事大人说去，还能顺便坑一把人事作为昨晚的复仇。接着猫猫又问德妃认不认识16宫的人事，没想到德妃居然露出了惊恐的表情。回去的路上，猫猫说想知道一些宫廷往事，高顺就帮他去书库借了书。根据资料记载，17年前现在的皇帝还是太子的时候，与阿多妃生下了一名男婴，但很快就夭折了。而这名男婴与先帝和皇太后之子在同一时期出生，接生的人是衣冠罗门。看到这个名字，猫猫心情有些复杂，虽然他早就有所察觉，事实摆在他眼前的时候，还是难免有些唏嘘，因为罗门正是他的老爹。